谁在揉碎甜醉过色，你欣然不愿稍作你。饶爷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可是韩国公的孙女，要是欺负我，爷爷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牡丹花下死，这鬼也疯了。这胸肌怎么这么平啊？怎么样？你爹的胸肌手感是不是很好啊？去！我的衣服去哪儿？我的刀呢？我今天非要砍死你这个不知廉耻的畜生不可！老爷，不要啊！老爷，爷是我的心头肉，你杀了他是要我的命吗？你还敢说？都是你宠坏的！他平日里不学无术就算了，昨天还睡了安国公的孙女。安国公一门忠烈，3个儿子都死在了战场上，剩下唯一的孙女，昨天还被这个畜生给糟蹋了。原来我穿越了，穿越成了大周兵部尚书之子，一个人尽皆知的纨绔。我不杀他，怎么和安国公交代？给我走开！姐，父亲息怒，孩儿知错了。闭嘴！我没有你这个畜生儿子！爹，昨天晚上我喝得烂醉如泥，后面发生什么我真的不记得了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我是被人诬陷的。陷害？哈哈哈哈！就凭你一个写出白狗身上黄，黄狗身上肿的草包，谁吃饱了撑的陷害你啊？他们确实不是想陷害我，他们想陷害的是赵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爹，你现在砍我一刀，固然可以给安国公一个交代，然后我睡了他孙女这件事情就会成为铁案，我们整个赵家就会成为京城的笑柄，你这兵部尚书的脸面和赵家的百年清誉都没了。我儿居然长脑子了！爹，以前的孩儿确实混账，但从今天起，孩儿不一样了，孩儿愿为您分忧解难，保我赵家无虞。为我分忧，保赵家无虞，是打算再做一首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的绝句来给安国公赔罪？老爷，叶儿那首诗确实不太好听，但押韵呢。就是啊，黄狗白狗的，蛮可爱的呢。可爱个屁！既然爹觉得孩儿文采不济，那孩儿就再献丑一回。赵客漫胡缨，吴钩霜雪明。赵客是指我赵家之人，这开篇气势倒是不凡嘛。银鞍照白马，飒沓如流星。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。小婉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儿开窍了。你站那么高干什么？赶紧下来呀！爹，你现在总能听我一言了吧？不要过来，把头放下。老爷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天塌了！安国公府的大管家亲自来了。赵尚书，打扰了。赵公子，我们家国公爷有请。北敌10万大军扣关，雁门关告急，朕已张贴皇榜3日，广求天下良策，为何至今仍无人接榜？陛下，夜间天寒，当心龙体。还是无人接榜吗？北敌凶名太盛，大家都还在观望。若是还无人接榜，无人敢应，那朕便御驾亲征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你乃万金之须，怎能亲涉险地？末将愿带陛下前往。
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。老祖宗留下的疆土，朕一寸也不会放弃。小子赵毅，拜见国公爷。老夫孙女的事，你打算怎么了结？国公爷，事已至此，小子百口莫辩，但是我愿意对嫣然小姐负责到底。负责？哼，拿什么负责？就凭你那手闻名天下的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？还是你认为我安国公府的门楣是靠你几句歪诗能够撑得起来的吗？国公爷，小子知道，无论我说什么，您都不会信。但是我会向您保证，我可以对嫣然负责。如今北狄来犯，兵临城下，陛下张贴皇榜，求退敌之策。小子不才，愿为大周退敌。哼，一个纨绔子弟，想去解决满朝文武都束手无策的边关危局，真是京城最大的笑话。北狄犯官又如何？老夫虽然年迈，但是还能提得动枪，上得去马，杀几条敌狗，还用不到你等黄口小儿去丢人现眼。国公爷请息怒，小子深知您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，但小子不甘于您之后。请国公爷给小子一个机会，倘若我能为大周退敌，就证明我不是草包废物，有资格站在嫣然小姐的身边。倘若我死在北狄人的刀下，那也算是我为我自己的混账行为付出了代价，这样也能全了您老和赵家的颜面。好，老夫就信你一次。你若能为国退敌，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。如果你是哗众取宠，老夫劝你还是死在沙场。如果你回来，老夫要亲自拧断你的脑袋。多谢国公爷。这是小子写给嫣然小姐的一封信，还望国公爷代为转交。滚吧。嫣然，他走了，你出来吧。爷爷，你怎么不杀了他？他是赵家独苗，我要是把他杀了，赵家非跟我拼命不可，朝堂也会震动。况且我方在观他言行，眼神清澈，应对有度，尤其是他最后那段话，似乎不像是传闻中那般不堪。爷爷，你怎么还替他说话？他就是个登徒子，无赖。这信里还不知道写了些什么污言秽语。看看吧，看了再扔也不迟。我不要，脏了我的眼。看了再说。还能有什么？定是些不堪入目的混账话。京都谁不知道他赵毅就是个天若金猴，宛若游龙。洛神赋，他将你比作洛神，这岂是纨绔子弟写出来的？难道这小子一直在藏拙？陛下，人带到了。
拜见陛下。真喜真长，要是能抱上女帝的大腿，那我以后绝对能横着走。模样倒还周正。听说你前几日做了一件轰动京城的大事。回陛下，小子酒后失德，愧对安国公，让陛下见笑了。酒后失德？那接皇榜也是酒后失德？赵玉，欺君之罪，可是要掉脑袋的。也罢，朕念你赵家世代忠良，不跟你计较。以后莫要再拿军国大事儿戏。退下吧。赵公子，请吧。陛下，小子接皇榜并非儿戏，而是深知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。你有这份心，值得嘉奖。但军国大事不是斗鸡走犬，也不是你一个纨绔能应对得了的。赵公子，陛下好言相劝，莫要辜负了圣恩，请吧。赵姨，你是要抗旨吗？小子不敢抗拒，但是陛下皇榜上明明写着，但凡有退敌良策者，不管出身如何，皆可面圣陈宴。小子如今来了，陛下却带着偏见看人，以后谁敢接皇榜，谁还敢给陛下出言献策？放肆！陛下决策也是你一个纨绔可以质疑的，再敢胡说八道，休怪我。月儿，你倒会拿话堵朕。既然如此，那朕便给你一个机会。谢陛下。朕问你3个问题，你若是答得好，朕可以恕你无罪，并且让你风光迎娶安国公的孙女。若是答得不好，请陛下出题。第一题，若你为将攻城，城中居民誓死抵抗，那城破之后，你当如何处置城内的人？南宫统领，可否借鉴一用？臣会以此剑为尺，城中居民但凡高过此剑者，斩。月儿，你觉得如何？高过此剑者，多为青壮男丁，斩杀青壮，却放过老幼。这答案没有新意，没有用处。告诉他为什么这个答案不太行。赵公子，虽然留下老幼可显人心，但你想过没？北狄军最善抓百姓当挡箭牌。若只斩青壮，他们转头就把老幼推到阵前，到时候你是斩还是不斩？听见没？这等食人牙慧的老办法，已经当成宝似的献出来，还敢说不是拿军国大事开玩笑？陛下，臣的剑是横着放。爹，哎呀，这胳膊没事吧？哎呀，这腿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鸽子没事吧？爹，完好无损。我知道您是心疼我的。我心疼你个屁！我怕你被人打死，没人给我养老送终。怪了，安国公怎么会这么轻易放过你呢？因为我跟国公爷说，我会对嫣然小姐负责的。负责？人家安国公的掌上明珠怎么会看上你这个头号纨绔呢？我知道他看不上我，所以我要证明自己不是纨绔。等我功成名就了以后，才能堂堂正正的去提亲。那你怎么证明呢？为陛下分忧，为大周退敌。退敌？退什么敌？啊，
你是说北狄兵临雁门关的事？对喽，这个退敌献策的皇榜啊，我去国公府之前就已经接下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你是要把我们赵家满门飞葬啊！我的刀呢？我的刀呢？我今天非要打死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不可！别打人了！赵尚书，你就是赵毅？这个是在下。奉陛下口谕，命接榜人赵毅即刻进宫面圣。统领，南宫统领，且听我一言。这皇榜啊，是小儿不小心摔一跤，哎呀，弄断了，不作数啊！不作数。赵尚书，末将只知皇榜已被揭下，不管赵公子是走着去的、跑着去的，还是摔着去的，木已成舟，变不了。走吧。完了完了！哎，爹，你放心吧，啊，我接皇榜呢，并非是为了送死，而是为了建功立业、拜将入校的。统领，带路吧。希望你的本事配得上你的口气。完了完了，这回活该啊，衰家惨了。你上前说。横着放的箭，那高度连露头的老鼠都够不到，这哪里是屠城，分明是灭种。陛下，臣途径高于此箭之后，会让部队退出城外，但我会留下最精锐的部队，潜伏于暗中，等待真正的主角出场。父王母后，孩儿发誓，只要我一口气还在，定要大周之人血债血偿。哦，血债血偿？你要杀我吗？放心，赵某刀不斩老幼。先前不是还要屠城灭种吗？怎么现在又慈悲上了？不，说完之后，臣会把他杀了。你不是说你的大刀不斩老幼？抱歉，在下平时是用剑的。然后一剑砍下。放肆！我大周乃礼仪之邦，怎么能滥杀无辜？更何况还是个小孩。说的也对啊，那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咱们来玩一个游戏，如果你赢了，我就不杀你。选吧，选对了就能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他选剑的话，说明此子杀机深沉，断不可留。那选输呢？那就证明他心思深沉，断不可留。那书和剑都选呢？问得好，书和剑我都要。小小年纪贪欲过重，断不可留。然后一剑砍下。那正确答案只能是全都不选。No no no， 书和剑我都不要。什么都不要，很好，但是你一身反骨，断不可留。你个老六！啊？哼！你的意思，不论这小孩如何选择，他都难逃一死了？那不然呢？等着这孩子长大，率军破我们城池，杀我们百姓吗？南宫统领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妇人之仁啊？兵
兵部尚书赵昭求见。宣，哦，地上怎么还有剑？完了完了，这逆子肯定又捅破天了！哎呀，陛下呀，犬子不知天高地厚，请陛下开恩，不要杀他。臣教子无方，愿担儿子受过。不急，来坐，听听你儿子的高见。谢陛下。朕的第一个问题，你回答的还算勉强可以。接下来是第二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居然还可以，完了，那第二个问题肯定撑不住了。我大周历朝100年，官僚体系盘根错节，贪污腐败屡禁不止，你可有良策？陛下，臣有2计，一明一暗。明则于各州府设立问政台，由百姓提问，百官作答，并且记录在案，昭告天下。疯了！这孽畜是要把满朝文武地方大臣的脸皮都扒下来，放在火上烤吧？那暗呢？暗，陛下可以设置一处特殊机构，由陛下最信任的宦官执政，监察百官，巡视天下。此机构只对陛下一人负责，皇权特许，先斩后奏。皇权特许，先斩后奏。哎呀，陛下，此子胡言乱语，请陛下开恩呐！好，好一个一明一暗，一疏一堵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北敌10万大军现已陈列关外，我军屡战屡败，你可有退敌良策？陛下，臣请战。臣愿请家父为主帅，我为副帅，率军出征。不出3月，必让10万北敌大军有来无回。若不能胜，我与家父提头来见。坑爹，坑爹呀！我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丧门星？赵爱卿，你意下如何？臣没异议。好。南宫月，臣在。传朕旨意，加封兵部尚书赵昭为镇北将军，妻子赵毅为先锋，赐兵3万，粮草自备，为期3月，击退北敌。是。谢陛下。那大刀呢？我的战马刀呢？快给老子拿来！今天我非要剥皮了这坑爹的畜生不可！你要劈谁？爹呀，您来了！您看看他，他把我们整个赵家架在火上烤啊！3万兵马，自备粮草，这哪是让我攻打北敌？简直就是让我去死啊！上前线是你自己的主意。是。好，你看看你，慌慌张张的，像什么样子？爹，这不是小事啊！住口！我赵家世代忠良，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，这是我赵家分内之事。你身为兵部尚书，兵马未动，你先乱了阵脚，我赵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打赢了，光宗耀祖；打输了，马革裹尸，也是我赵家人的荣耀。怕死，就不是我赵萧的种。说得好，哎，还是爷爷有格局啊！你的侠客行，听说了，能写出
十不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的，绝不是草包纨绔。那军械粮草怎么办？粮草军械，我来想办法。你们尽管放手去干。若战死沙场，我亲自去雁门关给你们收尸。赵毅和赵家军明天就要向雁门关开拔了。他爱去哪去哪，关我什么事？唉，那小子这次还真豁出去了。听说是他自己请缨当先锋。先锋？他哪懂什么打仗？去了也是添乱，万一什么？万一他死在那儿？爷爷，谁管他死活？他那种人，最好永远都别回来，省得省得什么？省得让你心烦，还是省得让你想起那篇将你比作洛神的文章？他要是真死在雁门关，以前的事，我们楚家咬牙就忍了，慢慢淡忘便是。他要是活着回来，至少证明我们所有的人都看走了眼，值得我们放下成见，重新认识这个人。嫣然，你觉得呢？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心里很乱，不想去想他。那就先不想。雁门关的风很快就会吹来消息，是福是祸，是虫是龙，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。少爷，这个你拿着。这是你绣的？嗯，绣的不好，不过少爷，小婉去白马寺开了光，你一定要拿着，平安回来。谢谢。儿啊，北边天冷，你一定要多穿衣服。还是记下了。爷爷，孙儿走了，您老保重。要走快走，别婆婆妈妈的。到了那边，好好打，别丢了爷爷的人。得嘞，爷爷，您就等着孙儿的捷报吧。好了，时辰到了，上马。臭小子，真的长大了。此行一去，爷爷等你一飞冲天，名扬大周。赵玉，真希望你能给朕一个惊喜。是赵子琪，快通知太守。是。雁门太守马周拜见镇北将军。将军，你们可算是来了。再晚来一天，这雁门关就成鬼门关了。
将军，被敌人封了，完全是不计伤亡的在攻城。我们的滚石雷木已经用尽，弓箭也所剩无几，将士们已经3天3夜没合眼。马忠，这雁门关是天下雄关，兵精粮足，为何短短数日被逼至如此绝境？难道说是你平日疏于防备，还是说麾下的士兵个个都是没卵用的软蛋？将军，末将无能，守城不力，罪该万死。但要说末将懈怠，兄弟们是软蛋，末将不服，就是死也不服。那你说，你这仗是怎么打的？若是堂堂正正，刀对刀，枪对枪，就是再来10万北狄狗，我们也不怕。可是这次不一样啊！这次来的北狄人，他娘的邪门的很！我们的行军路线、换防时辰，甚至于粮草囤积的位置，他们好像都一清二楚。我们派兵支援东墙，他们主力就砸在我们最薄弱的西墙。每次我们设伏，他们就绕道。将军，这仗打的实在是太憋屈了。哦，北狄人又开始攻城了！传我将令，全军！爹，稍安勿躁，军情紧急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快放。咱们千里奔袭，人困马乏，敌军以逸待劳，兵锋正盛。若是此时交战，恐怕凶多吉少。那你快说怎么办？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杀进来吗？是啊，少将军，我们的滚石雷木已经用尽，即便是守，也没办法守啊。马太守，我问你，现在城中最不缺的是什么？是人，还有人吃喝拉撒的。够了！传令下去，全城将士就地解决，收集所有粪便，架起大锅，加水烧开。你说什么？此乃金汁，若是烧开后泼向敌人，比废油还疼。更重要的是，此物污秽不堪，重者伤口溃烂，不出3日便会大面积感染，到时神仙难救也。再传令，把所有烧废的金汁涂抹于剑刃之上，一刀下去，就算只是破点皮，他们都受不了。这叫物理攻击加魔法伤害，懂吗？混账！你这是什么毒计？大周军师乃仁义之师，我绝对不会让你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爹，你要跟一群夺我家国的畜生讲仁义？现在城门马上就要破了，你是要你的仁义，还是要雁门关数万将士和全城百姓的命？马太守，执行命令吧！出了任何问题，我赵毅一力承担。末将遵命。走。杀！勇士们，前方这座城池就是中原最后一道屏障，踏破此城，我们就剑指洛阳。到时候，中原的万里沃土，尽是我们北狄的囊中之物。勇士们，你们想不想看高高在上的大周女帝给我们行个千阳礼？想！你们想不想看看那些自诩文明的周人匍匐在我们面前？想！你们想不想掠夺他们的财富，抢夺他们的女人？想！传我率令，第一个冲入城中者赏100金，封100户。给我！这什么鬼东西？兄弟们，把东西给我抬上来！后花园，这金汁的味道怎么样？这是你爷爷我特地给你准备的。你们这些狡猾的周狗！我破城之后，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！勇士们，给我踏平雁门关！杀！
就是现在，破！你们这群周狗，你们不讲武德！大帅，这金枝太过恶毒，将士们伤亡惨重，士气大跌，要不然先撤吧。鸣金，收兵！这，走。金枝，可你想得出来？赵昭一生堂堂正正，我没有做过这种下作的手段。下不下作不重要，只要能退兵，那就是上策。退兵，这玩意只能让人恶心，有个卵用！报！将军，少将军，神了，真神了！北地人居然真的退兵了！什么？退兵了？是的，将军，北地人不是被打退的，他们是被金枝恶心退的。少将军，您这招也太损了。有效就行。金枝只是开胃菜，今晚要让他们睡个好觉。马忠，末将在。你带领100轻骑兵，今晚去敌营外围放火箭、敲战鼓，使劲儿这里。胡闹！100人就想去夜扰10万大军，你是让马太守送死啊！将军，只要能退敌，保我雁门关不失，纵使刀山火海，末将也愿意去闯一闯。少将军，末将这就去点兵。站住！谁让你去送死了？听着，他们要是追出来的话，你们就跑；他们回去了，你们就再去。记住8个字：敌进我退，敌退我扰。荒唐！这是什么战法？简直是儿戏！少将军，此法虽能匹敌，但恐怕没有恐怕。我要的就是他们精神崩溃，一夜之间草木皆兵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在这雁门关外，闭上眼睛就死。执行命令吧。末将领命。哎，等等，少将军，您还有何事？给我准备个琵琶，本将军今晚也去。呸！废物，一群废物！10万大军被一群软蛋用屎尿给拦住了，奇耻大辱！大帅，并不是兄弟们怯战，实在是因为那周人的手段太过阴损了。那赵昭也算是一员老将，竟然也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报告大帅，根据末将得到的线索，此次守城的并非是赵昭，而是他的儿子赵毅。赵昭一世英名，竟然生出这种上不得台面的儿子，将门虎子！我呸！大帅说的是，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将士们士气低迷，我们实在是不敢靠近那城墙了。攻不上去，我们就给他骂下来。传我命令，所有弟兄好生休养，明日一早出城骂阵。可要看看这所谓的礼仪之邦，脸皮能有多厚？有没有胆子出来，跟爷爷我堂堂正正的干一架？是。等等，过城之后，把赵毅那个小崽子第一个给老子抓过来，我要让他亲眼看着他的金枝是怎么灌到他嘴里的。末将遵命。鼠辈，一群鼠辈！
什么声音？大帅，不好了，雁门关的人杀过来了！好，好的很，老子正愁怎么破关呢，他倒自个儿送上门来了，那就怪不得别人了。走。你忍不住地哭出声响，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，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把他那些破锣烂鼓，还有那张破嘴都给我砸掉！冲锋！错拔大帅，今天的晚安曲已经唱好了。祝错拔大帅做个思乡好梦！跑啊，兄弟们！你们这帮没卵的玩意儿，只知道做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收兵，都给我滚回去睡觉！是。不好了，大帅，雁门关的人又杀过来了！他娘的，有完没完？真当老子是泥捏的？风刮了几个弯，吹到我故乡的岸。他轻轻替我讲，替我回家，我想我娘。梦里偶尔听见儿时母亲的呼唤。去杀我也！大帅，这是敌人的攻陷之计啊！杀！不惜一切代价给老子杀过去！把赵毅那个小兔崽子舌头给我拔了，老子要拿他喂狗！杀！错拔大帅，看来你还是不懂我们这种高雅艺术。酸尿，知音难觅啊！兄弟们，出攻！无能鼠辈，只知道藏头露尾。明日本帅要亲自挂帅，不把你们祖宗18代骂出来，老子就不信拓跋！兄弟们，这关外的大营，那是什么？是拓跋渊的10万大军。不，是困兽，是被我们折腾了一夜都睡不了觉，连刀都快举不起来的困兽。他们的大帅在帐内发困，他们的士兵在帐外打盹，现在是他们10万大军最虚弱的时候。这雁门关是什么地方？是我们爹娘妻儿的挡风墙，是我们大周的脊梁骨。我们用金枝泼灭了他们的狂妄，用战鼓打碎了他们的美梦。现在，我们应该用手中的刀剑告诉他们，谁才是雁门关真正的主人。日月山河永在，大周江山永在。杀！大周杀过来了！快起来！快！哎，赵子，起来！大帅，不好了，敌人又打过来了！别闹了，又来。那小子玩上瘾了是吧？告诉弟兄们别慌，又是狼来了的把戏。大帅，让他们敲，让他们唱，不用理会。大帅，这次真的不一样，敌军是真的来了，敌人主力军倾巢而出，现在直奔咱们大营，
说趁咱们疲惫，踏平咱们的大营。闭嘴！老子说是假的，就是假的。谁再敢扰乱军心，老子就摘了他的脑袋！滚！什么声音？敌军闯破营门，杀进来了！我主司来人！我主司来人！大帅，咱们还是先行撤退，暂避锋芒吧。我暂避锋芒？去动！大帅，大帅，快传令下去，后击大营，后撤30里。是。禀报将军、少将军，昨夜一战，我军大捷呀！敌人死伤惨重，溃不成军。初步清点，战兵10000余人，俘虏数千人，擒获的兵器粮草更是不计其数。把我们阵亡的兄弟遗体仔细收敛好，找个风水好的地方安葬立碑。是。另外，把那些北敌人的尸体也收集起来，集中堆放。说什么？收集北敌人的尸体？难道你也要给他们安葬立碑吗？是啊，少将军，北敌人死在战场上，按照规矩，要么就地掩埋，要么任由野狗分食。这收集起来是做什么？掩埋？喂野狗？这未免也太便宜他们了。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，这些尸体不用超过3天就会发臭，甚至产生瘟疫。到时候只要把这些尸体扔在敌军水源的上游，就能污染水源。他们若是喝水，轻则上吐下泻，重则感染瘟疫，十死无生。如此一来，北敌人军心崩溃，必定退兵。没错。那我军岂不是不战而胜？没错。胡闹！死者为大，纵使是敌寇，也不该受此折辱。折辱？爹，您忘了昨天我们死了多少兄弟吗？北敌人进攻城里的时候，他们有想过死者为大？他们屠村的时候有没有给老百姓留个全尸？可是，爹，咱们兵力不足，粮草有限，拖不起也耗不起。要么现在就是用瘟疫逼退他们，要么就是等他们养精蓄锐，再来踏平雁门关。就按少将军的意思去做。末将领命。大帅，那赵毅简直不是个东西，还把咱们阵亡兄弟的尸首全扔到上游河里了。弟兄们喝了水，上吐下泻，浑身发烫，这才3天，已经死了300号人了。以你之见，又该当如何呀？咱们赶紧撤军吧，要不然等瘟疫蔓延开来，整个大军都完了。你以为我不想撤吗？10万大军呢，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了？你我这张脸往哪儿放？大帅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再打下去，别说脸面了，命都不保了。再冲一次。最后一次。赵杰还能动他的兄弟，再随我冲一次雁门关，再攻不下来，我就忍。大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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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！将军，传大帅命令，拔营撤军。公主殿下，北境急报，说拓跋渊败了，10万大军已从雁门关外撤退。败了？拓跋渊这个莽夫，真是废物一个。本来让他和大周打个两败俱伤，我南岳精锐正好一举回兵北上，说不定还能捡个便宜。万一还能打到洛阳，去坐坐那女帝的龙椅。现在倒好，
全让这个废物给搅黄了，真是扫兴。据探子来报，击败拓跋渊的是周将赵昭之子赵毅。赵毅，他是用了什么法子，竟能让10万北狄狼骑溃退？此人手段颇为阴悚，用了金枝、皮笛，还用尸体污染水源等方法。有趣，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呢。比起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迂腐之辈，这样的人才有意思。知道了，退下吧，继续给我盯着大周那边的消息。若有消息，立刻来报，特别是这个赵毅。是。继续。北狄元气大伤，拓跋渊惊魂未定，至少1年半载，他们都不会再南下了。少将军运筹帷幄，将人心玩弄于股掌之间，真乃神人啊！只是可惜，我们兵力不足，不然定将拓跋渊这头恶狼葬身在雁门关外。报！大将军、少将军、马太守，我在清理拓跋渊大营时发现了这个。这是雁门关的行军换防图，还有粮草囤积，还有军械库位置。这个羊皮纸只有京城才有，也就是说，将军，您看到了吗？末将没有撒谎，兄弟们不是软蛋，不是怕死，是有人在他们背后捅刀子。将军，他们死得冤啊！马周，我的好兄弟，快起来！是我赵昭糊涂，错怪了你，错怪了雁门关的兄弟们。通敌卖国，罪该万死。马太守，你放心，这次回到京城以后，我定会抓出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。没错，我定要此人的脑袋来祭奠我雁门关阵亡将士的英灵。谢将军明鉴，谢少将军信任。事不宜迟，呀，我们速速回京。此子一日不出，大周永无安宁。将军，少将军，大恩不言谢，雁门关永世不忘二位恩德。烧金枝夜半骚扰，水源投尸。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？这赵毅行事当真是不拘一格。传朕旨意，镇北将军赵昭，先锋赵毅，舟车劳顿，勋功卓著，卓其父子回府休息1日，明日早朝再行封赏。遵旨。娘，孩儿回来了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，让娘好好看看有没有受伤啊！伤着哪没有？就一点皮外伤啊！你看，我现在都已经好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快来给爷爷汇报汇报。好小子，听说这次在雁门关把拓跋渊那老东西折腾得够呛，都是些上不了台面的手段，让爷爷见笑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兵者诡道也，能赢就是真本事，总比你爹那个死脑筋强。来，坐下，跟爷爷好好说说。爷爷，这次雁门关我们赢是赢了，但是赢得太惨，太冤。哦，冤从何来？这是我从拓跋渊营地里发现的，北狄人仓皇逃窜，没烧干净。这张是雁门关的布防图，行军路线、粮仓位置分毫不差。你再看上面这行小字，虽然被烧毁大半，但是笔迹风格分明是我大周文官常用的瘦金体，绝对不是北狄人能写出来的。
属金体。哼，好的很啊！看来有些人不想让我们守住雁门关，不想让我大周安宁。哼，我就算掘地3尺，也要把这个祸国殃民、十里扒外的畜生给揪出来！稍安勿躁，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，先不要声张，以免打草惊蛇。爹，难道就任由这畜生继续逍遥法外、祸国殃民吗？不要急，叶儿此次雁门关大捷，不仅挫败了北狄，也狠狠打了某些人的脸，坏了他们的大计。他们岂肯善罢甘休，咽下这口气？爷爷，您的意思是，明日朝堂上，那些人必定按捺不住，自己跳出来，要么说你手段不正，要么给你泼脏水。所以，明日朝堂就是战场。你们都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，是哪些不长眼睛的蠢货跳出来？爷爷放心，明日朝堂，孙儿定会好好会会他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，平身。谢陛下。哼，真是个登徒子。此次北境之危，镇北将军赵昭调度有方，居功至伟，先锋赵毅智计百出，7日之内击退北狄10万大军，朕要重赏。加封赵昭为安北伯，食邑300户；赵毅为兵部员外郎，正6品，赏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。谢陛下隆恩。平身吧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讲。赵毅将军退敌有功，大展神威，臣佩服。但是他在边关所使计谋，简直有伤天和，骇人听闻。哦，怎么个有伤天和之法？这其一，他竟命将士熬制金枝，把金枝泼向敌军；其二，他竟然将敌军尸首扔入水源之中，引发瘟疫四起啊！这些皆是退敌之策，有什么问题？陛下，我大周乃是天朝上国，讲的是王道，行的是仁政。如此不人道的战法，若是传了出去，恐怕天下百姓会耻笑我大周啊！是啊。果然不出爷爷所料，奸臣自己跳出来了。陈御史是吧？没错，是本官。我问你，北狄人兵临城下的时候，你在哪？雁门关将士在前线拼命杀敌的时候，你又在哪儿？胡说八道！给老子闭嘴！什么金枝不人道？老子不这么干，你能安安稳稳站在这儿对着我喷金枝啊？你要是觉得喷金枝不人道，那你去啊，你去跟拓跋渊讲道理，用你的嘴炮把10万北狄大军喷回去。你什么你啊？你这种人吃得满嘴流油，脑子里装的却全是金枝。老子告诉你，老子用的就是下三滥的手段，但老子赢了。老子保住了雁门关，保住了大周将士，保住了你这种畜生能在朝堂上继续放屁的权利。你现在反过来咬我一口，你他妈还要脸吗？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不好了，陈大人晕倒了，这嘴简直比金枝还要毒啊！陛下，他吐血了。快将陈御史扶下去，传太医好生医治。陛下，陈御史言辞虽然过激，然其所虑并非没有道理。今之计，水源投师，此等奇谋，可一不可二。他日北狄若是卷土重来，只怕就无效了。
北狄虽退，但根基未散，终是外患。诸位爱卿可有良策？这陈正只是个马前卒，真正的毒蛇在暗处。既然毒蛇已经露出尾巴，那我得想办法把这条毒蛇彻底拽出来。陛下，臣有一计，可以不费一兵一卒，就让北狄国力大损。哼，吹牛！赵毅啊，你当北狄是纸糊的营寨吗？啊，风一吹就能倒吗？没错，军国大事岂能如此儿戏？赵将军，贵公子打了一次胜仗，就这么狂妄了吗？在下教子无方，让丞相见笑了。臭小子，这里是金銮殿，不得妄言。赵爱卿但说无妨，朕也想听听，你有何高见？陛下，臣的计谋说起来也简单。北狄那地方山多林密，盛产小鹿，这鹿茸啊，更是滋补的上品。北狄国力大损，关这小鹿什么事？就是赵毅，别在这东拉西扯的。咱们可以对外宣称说，陛下最近龙体欠安，就爱这口鹿茸，多多益善，然后派出商队过去，高价鹿。笑话！拿大周的银子去买北狄的鹿，是何居心呢？赵毅，你莫非是想通敌卖国？二位大人，慎言！我儿若是通敌，雁门关早已不保，岂能击退北狄？陛下您说呢？哼，笑话！谁知道北狄是不是和你们串通好，先赢一场小仗，捞军功，回头再帮他们打过来？好了，赵爱卿接着说，朕也想听听这高价买鹿是怎么让北狄国力大损的。陛下，您想想，种地多辛苦，一年到头也就混个温饱，但是捕鹿就不一样了，只要抓到一只，就能顶得上他们一年的收成。如此一来，这北狄必会举国捕鹿，荒废农桑。是啊，这样待他们沉溺其中，我大周再断其鹿茸贸易，封锁粮食，到时北狄必生内乱。陛下，此计虽好，但好时日久，北狄朝廷若有能臣，未必看不穿。看穿又如何？这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杀招在后。接着说，咱们的商队去买鹿茸，可以顺便带些上好的良种过去，偷偷卖给他们那边还想种地的人。一派胡言！你可知北狄入侵我大周是为了什么？为的就是粮食，而你居然还把上好的良种给他们！陛下，此乃资敌，罪不容诛。义儿，你胡说什么？你看啊，又急。我卖过去的上好良种不是生的，而是熟的。熟的良种。煮熟的良种，这煮熟的良种，即便种到田里，也发不了芽。但明年北狄颗粒无收，怕是百姓们都要饿死了。这样，咱们就能兵不血刃，拿下北狄了。没错，双管齐下还不够，我们还得来个更狠的。哦，快说！我们可以去铸铜钱，不要用好铜，就用最劣质的铜，甚至在里面掺一些杂质。这样铸出来的铜钱，表面上看跟官钱一样，实际上就是一堆破铜烂铁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用最劣质的铜钱去买他们的鹿？没错，陛下，你想想，到那个时候，他们的百姓为了捕鹿，荒废了农业，他们想种地的人，因为良种被煮熟而没有收成，他们的国库里堆满了咱们劣质铜钱，到那个时候，会是什么样？到时候北狄的经济会彻底崩溃，他们的国家会从内部自己烂掉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不用费一兵一卒就能拿下北狄了。毒，这条计谋简直太毒了。此计环环相扣，互为表里。赵公子真是天才呀！这套组合拳打下来，北狄就算死不了，那也会元气大伤啊。
你他娘的真不是个东西！你这么做就不怕有伤天和，有损阴德吗？伤天和？反正伤的又不是我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再说了，我是为陛下分忧，为大周开疆拓土是天大的好事儿啊！说得好。陛下，此计谋关键在于快，在于密，望陛下即刻执行，迟则生病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明知道朝廷内有内奸，为什么让计划全都公之于众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刚才说的那番话，但凡有一个字传到拓跋约的耳朵里，哪怕去把计划都泡汤了。不公之于众，怎么应声出动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叫声爹，我就告诉你，少将军，陛下有旨，请你去御书房一趟。小子，待会儿你给我老实点，不该说的别说，知道吗？哎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陛下，坐吧。谢陛下。赵爱卿，此次雁门关之战，你做得不错。这还听说，你另一件事做得也颇为出彩呢。陛下所指何事？朕听说，你为楚嫣然做了一首《洛神赋》，词藻华丽，情真意切。现在啊，可是整个京城传的美谈呢。陛下，应景之作，不值一提。应景便能写出如此传世佳篇，那朕也想应应景。赵爱卿，你为朕也作诗一首，如何？陛下，你乃九五至尊，这闺阁诗词，恐伤陛下威仪。哦，你是怕伤了朕的威仪，还是在你心中，朕远不如楚嫣然，让你毫无灵感啊？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这诗句竟将朕比作了天上仙女，其意境之高，远非《洛神赋》中人间绝色所能比拟。陛下，在臣心中，楚小姐之美犹在人间，但陛下之风采却如天上神女，又岂是凡俗词藻可以形容？臣唯恐亵渎。巧舌如簧。有人传信到边境，朕已知晓。不过朕也好奇，你既然知道朝堂上有内奸，为何还要将这些计划和盘托出？臣说出这些计划，朝堂上下必定暗流涌动，那些心中有鬼的人，此刻必定如坐针毡，想把这些消息传送出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是故意将计划说出来，好让他们去行动？只要我们在通往北狄的各个道路上布下禁军和暗卫，详细摸排，我们肯定能顺藤摸瓜，抓住内奸。那万一他们真将计划传到边境该如何？陛下，此乃阳谋，就算北狄知晓，但也难以破解。那为何？其一，重利之下必有勇夫，就算北狄朝廷下令禁武，但在暴力面前，禁令必然形同虚设。其二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。我们迈过去的两种，真真假假，到时真假参半，北狄朝廷如何一一检验？其三，劣币驱逐良币，这是经济铁律，除非北狄闭关锁国，否则难以破解。好，说得好。赵爱卿，你的计策很毒，你的眼神很色。
正在想，是先用你的计策去对付北狄，还是先把你的眼睛挖了，泡进酒里？冤枉啊，陛下！臣不是好色，刚才是对着您胸口上的玉佛祈福恕罪啊。你是说，是在看朕胸前这玉佛？正是，臣刚才献上3条毒计，恐伤天和，所以才下意识地对着佛像祈求心安。这么说来，朕误会这个。那朕问你，先前在朝会上，你盯着朕的腿看，又是如何？难道朕的腿上也有玉佛吗？陛下，臣并不是看您的腿，而是看您腿下的地板。地板有什么好看的？陛下，臣看到地板，想到一物，名为水泥。水泥？那是何物？朕从未见过。若是以此物助者，我大周边关将固入金汤，到时即便北狄被我们的计谋逼得狗急跳墙，那面对我们的钢铁长城，他们也只能望洋兴叹。那这水泥现在何处？陛下，这世上没有此物，但臣可以把它做出来。需要多久？快则10日，慢则1月。好，赵毅，朕就给你1个月的时间。若1月之后看不到成果，那你这一双爱乱看的眼睛，就由朕替你保管吧。谢陛下隆恩，臣一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相爷，相爷，相爷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老夫也没想到赵家竟出了这么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东西。今日他在金銮殿上献的那3条毒计，相爷，您听听，这是绝户计呀！若真让他施行下去，北狄必然元气大伤，到时候赵毅岂不是要封侯拜相？那我们这些老臣还有立足之地吗？慌什么？他的计策再毒，也要有人去执行。关键在于时间，我们必须抢在大周动手之前把消息送出去。明白了，我这就联系孙尚书把消息送出去。你来干什么？国公爷，小子此次前来是想提亲。提亲？小子说过会对嫣然小姐负责，只不过之前一介白身，现在也算勉强有了些功绩。这件事我做不了主，你自己去和嫣然说一说。嫣然，你来做什么？我上次斗胆赠了小姐一篇《洛神赋》，不知小姐可曾看过？你这个登徒子，倒有几分歪才。歪才也是才啊，只要能入得了你的法眼，便是小子天大的荣幸。油嘴滑舌。嫣然小姐，之前的事是我混账，我向你道歉。我知道，一句道歉轻如鸿毛，弥补不了我对你造成的伤害。但从今日起，我赵毅在此立誓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便会护你一天周全，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。我会对你负责到底。嫣然小姐，嫁给我。当然，这件事我也不强求，若小姐喜，点头便是；若不喜，便拒绝。又或者，小姐回去好好思量一番，再给我回复。此事在意。那我给小姐讲个故事，给你解解闷。
你能讲出什么好故事？莫不是要讲你如何破金枝吧？坐。在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有一个地方叫祝家庄。在这个庄子里，有一个顶顶漂亮的大小姐，她叫祝英台。这个祝小姐啊，总是喜欢女扮男装，非要到外面的书院求学。女子求学？她呀，这个马文才啊，是仗势欺人，强娶了祝英台吧。梁山伯知道以后，那是忧愤交加，相思成疾呀。后来就一病不起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啊，时辰也不早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今日多有叨扰，小姐还望见谅。哎，等等，你下次什么时候来？怎么，这就舍不得我了？谁舍不得你了？我只是想知道后面的故事。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啊？那你就来赵府找我吧。怎么，魂儿都被勾走了？爷爷，雁门关一战，倒真让他闯出了些名堂。这小子确实藏拙了。可是嫣然，他对你做的那件事，让爷爷这心里头始终像扎了个刺。爷爷，那日之事，我想了想，总觉得有很多地方不太对劲。嗯？哪里不对劲？说清楚。我记得那日宴席上，我只是喝了几杯清淡的果酒，却头晕目眩，意识越来越模糊。随后我就被一个面生的丫鬟引去厢房歇息。等我醒来，赵毅已经躺在我旁边了。爷爷，你说我们是不是被人算计了？你是说有人设局？我歇息的厢房非常偏僻，赵毅喝得烂醉，怎么如此精确地找到地方？好毒的手段，这是要一箭双雕啊！既毁了你的清白，又毁了赵家那小子，让我楚家和赵家结下死仇，永无宁日。爷爷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嫣然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在查清之前，切记守口如瓶。此事，爷爷要亲自来查。安国公府这边终于搞定了，接下来就是想办法筹集经费造水泥了。爹，臭小子，你不会敲门的吧？我回自己家敲什么门啊？你又想做什么妖啊？我跟陛下立了军令状，要搞水泥。你多大年纪了还搞水泥？外面水池里有的是水，你休想让我帮你挖泥啊！哎，我就是想要钱，爹。先来2万两试试水。2万两？你当我们赵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我在北京给你擦屁股，花了多少军费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现在张口就要2万两，老子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败家玩意儿？我告诉你，别说2万两，就是1个子儿也不会给你。哎呀，你这格局是不是小了点儿？我是干什么的？我是为陛下办事儿，是为了大周筑起钢铁长城。这水泥要是成了，说不定您当个国公爷都没有问题。你现在为了区区2万两银子，错失了泼天的富贵，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。哎，再说了啊，
这水泥要是量产了，可是能挣大钱的。到时候别说2万两啊，就是20两、20万两、200万两，那都跟闹着玩似的。这个叫做投资啊，这叫天使轮投资，这回报率是几百上千倍的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投资？爹，你就说给不给吧。你要是不给，我现在就进宫向陛下哭求，就说我爹啊，为了区2万两银子，耽误了国家大计。你敢？自己去库房拿，然后就给我滚蛋！你就等着当国公爷吧！我丢你个老母，你个破该仔啊！3位师傅，听说你们是全京城最有名的工匠。少将军谬赞，都是虚名。哎，从今日起，你们3位就是我大周基建天团的首席工程师。在我这里干活，规矩不多，没有别的，就一条规矩。只要把活干好，钱管够，1人100两。哇，100两，100两！哎，100两，这只是定金，只要你们把水泥搞出来，在场有一个算一个，每人赏银500两。500两，500两啊！少将军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把这活儿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。对，只是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怎么做？哎呀，这个简单。你们呢，跟我去城外面找2种东西，一种是一种灰色的石头，用手指一捏就碎的，这叫石灰石。第2种啊，再去找那种黏糊糊的土啊，越黏越好。少将军要这些干嘛？和泥巴盖房子吗？你们啊，帮我去找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挖个窑，把你们找到的石灰石和泥巴混在一起磨成粉，按照一定的比例往窑里放啊，使劲烧，直到烧出水泥为止。具体的比例我忘记了，哎，不管了，你们多试几种比例，直到烧出来为止啊，原料烧坏了也不心疼。少将军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啊，加油！我看好你们哦。遵命，遵命，遵命。哎呀，今日无事，勾栏听曲。醉仙楼那群小妖精可真磨人啊！娘，你丢你个老母，你个破该仔啊！老子给你2万两，让你去干正事的，不是让你去醉仙楼听曲的！你这个败家的畜生！今天老子非要把你的腿砍断不可！爹，我不把你这个败家的畜生的腿砍断，我就不姓赵！爹，你都不问我去干什么，你就要提刀砍我呀？你以为我会拿着2万两银子不干正事吗？我在你心中就是这样的人啊，太让我心寒了。你他妈的还寒心？我亲眼看见你从醉仙楼里出来，你还想狡辩？我是从醉仙楼出来的，我没有狡辩啊，但是我是去做市场调研的。你去青楼做市场调研？你为什么不说你去茅房检查食品安全呢？爹，你这思想就落伍了。醉仙楼是什么地方？全京城最高端的娱乐产业。我想干什么？我想干的是产业升级。什么是产业升级啊？爹，你想想啊，如果你去醉仙楼那种地方，跟一群大老爷们挤在一个大堂里，听着台上一个姑娘唱曲，还是喜欢一个幽静的房间，有一个姑娘用专业的手法给你舒筋活络，缓解疲劳，再叫你一声哥哥呢？啊？嘿，哦，哦，哦，哥哥啊！当然是叫哥哥啦。行，娘，您都听到了没有？
老爷，来，跟妾身回房，咱们好好聊聊。哪个小妖精想叫你哥哥呀？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东西呀！走，哎呦，夫人轻点啊！少将军，成了，成了！少将军，成了！咱们把水泥搞出来了。真的假的？是啊，我看看。好，哎，这东西一天能量产多少？咱们那个窑只要火不停，哎，一天能烧出上千斤呢。哎呀，好啊！你们3个都是我大周的国之栋梁，你们别急啊，本官去朝廷给你们亲自上奏，给你们每个人都讨一个封赏回来啊！谢少将军，谢少将军，好说。哎，少将军，你这么晚找陛下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大事，关乎国运的大事。那你在这儿等着，等陛下忙完，自然会找你。乖，这女帝的寝宫就是不一样啊，什么都比我那赵家豪华。我的个乖，女帝这身材真是美艳不可方物啊！什么人？陛下，是我。好你个赵毅，你竟敢偷看朕沐浴！陛下，臣是一不小心，对，就是一不小心摔进来的。这我什么都没看到，什么都没看到。你还敢看？朕看你这双眼睛，别想要了。臣是在看地板，看地板。这么晚来找朕，有何事啊？陛下，臣是来献宝的。区区一块臭石头，这算什么宝贝？陛下，这可不是普通的石头，叫做水泥。水泥？这就是水泥啊？你不是说需要半个月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做好了？男人嘛，关键时刻该快就得快。少贫嘴！这怎么用啊？一支铸成，坚如磐石；一支铺路，千年不化。真有这么神奇？口说无凭，来，给朕演示一番。陛下，你可以把南宫统领叫过来，让他试试。但凡能把这个东西弄碎，就算我输。好，南宫月，陛下，弄碎它。哎，南宫统领，小心你的玉足哦。哎，你可不要小看了南宫统领，他武艺超群，曾经一脚踢死了林间猛虎呢。不过如此。你好好看看，碎的到底是啥？
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都说了硬闯不行，这怎么可能？赵毅，这水泥成本多少？日产多少？成本几乎为零，日产量可达1000斤。1000斤？好，太好了！赵毅，你又为朕、为大周立下了不世之功啊！哎呀，说，想要什么赏赐？哎呀，陛下，臣为陛下做事本就是应该的。您要非要赏的话，就随便赏个10万8万两银子吧，不用太多，不用太多。南宫月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是吗，赵爱卿？你就只想要银子吗？这臭娘们儿，究竟是在勾引我，还是在给我下套？陛下说笑了，能为陛下办事，是我的福分，臣怎敢？哦，那既然如此，那便算了。哎呀，别啊，陛下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朕逗你呢。赵毅听旨，臣在。今日起，擢升你为正三品工部侍郎，水泥一事你全权负责。朕要尽快看到成绩。臣叩谢陛下天恩，定不会负天下人所托，为我大周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行了行了，收起你那套吧，平身吧。陛下，800里加急，河南虫灾！什么？传朕旨意，立刻急召3品以上官员入宫。众爱卿，河南发生虫灾，万亩良田被毁，百姓没有收成，现已无粮可食。众爱卿有何良策？真是天助我也！若是借着天灾将女帝扳倒，那日后这朝堂便都由我说了算了。陛下，恕老臣直言，河南虫灾，此乃大凶之兆。这显然是天子不仁，恶不配位，惹怒了上苍，天意不可违。既然上苍示警，陛下应发罪己诏，反省自身。你放屁！陛下自登基以来，勤政爱民，怎么的不配位了？那是因为陛下是女子，女子当权，聘姬司臣，得罪了上苍啊！没错，正因如此，上苍才降下虫灾，作为对我大周阴阳颠倒的惩罚。一派胡言！女子称帝，自古有之。尔等借天灾攻讦陛下，是想要谋反吗？臣不敢谋逆，臣等一片赤诚，只为江山社稷。如果不是陛下失德，为何刚登基3个月，河南便发生虫灾？虫灾自古有之，怎么能归咎于陛下？但河南的这次虫灾并非寻常蝗虫，是大虫啊！那大虫长着黑红硬甲，刀枪难入，所过之处寸草不生，还会在地上留下毒液。若非有人惹怒上苍，怎会出现此等邪物？即便真有人惹怒上苍，我看也未必是陛下，分明是有奸臣在朝，祸国殃民，还会惹怒上苍。依赵尚书之高见，只要将这祸国殃民的奸臣揪出正法，这虫灾自然便会消退了吧？本就如此，请君策，郑朝纲，天罚自消。好，赵尚书快人快语，深明大义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赵尚书大义灭亲吧。什么意思啊？陛下，诸位同僚，赵尚书口中的那个祸国殃民、惹来天罚的奸臣，正是他的好儿子赵毅。什么？啊？什么？我的发！孙大柱，你是学厨师的吗？这么会甩锅啊？陛下，
陈御史先前就说过，赵毅在边关所用手段实在是阴狠毒辣，有伤天和。这不，上天震怒，所以才降下虫灾。是啊，陛下，臣建议即刻将这赵毅处死，不然的话，只怕这虫灾不会消失啊！我放你娘的屁！我儿子击退北狄，守住了雁门关，反倒成了大周的罪人了。孙德柱，你个狗日的，居然敢给老夫挖坑！我去你妈的！够了！赵爱卿，你怎么看？陛下，臣想知道这大虫是什么模样。那大虫可有样本呢？陛下，河南州府送来了样本，臣这就取来。这什么东西？我靠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的发，小龙虾！此等邪物，闻所未闻，若非天罚，岂能出现？陛下，您看赵毅那副神情，就好像认得此邪物一般呐。没错，这恰恰证明此物与他脱不了干系。陛下，臣确实认得此物。臣还有一计，能够令天降大虫，全军覆没。你当自己是谁呀？啊！你爷爷我不仅能让它消失，还能让河南百万灾民皆有饭吃。哼，吹牛！难不成你还能凭空变出粮食吗？陛下，您听听，这赵毅为了脱罪，竟然哗众取宠，口不择言。赵毅，朕也想知道，你是如何让虫灾消失，又是如何变出粮食的？很简单，吃。吃。此物名为小龙虾，放入锅里，用油一炸，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这样一来，百姓就不用挨饿了。哼，妖言惑众，居然让百姓吃这种不祥之物，你呀，简直丧心病狂！没错，让百姓吃这种东西，朝廷颜面何在？圣贤礼法何在？赵尚书，你教的好儿子，竟说出如此大逆不道之言，其心可诛！臭小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还不快给陛下跪下请罪！哎呀，孙大人，到底是朝廷的颜面重要，还是那百万灾民的肚子重要？他们都已经开始吃树皮草根了，你还跟他们谈什么圣贤礼法？即便如此，也不能什么都吃，那样的话与禽兽何异？你家里的米缸是满的，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哎，要不你把你家里1年的口粮都捐出来，就算是为国分忧了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！怎么说不出话了？苏大人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此物不仅能吃，还能入药。一派胡言！《神农本草经》里压根儿就没有提过它。《神农本草经》里有没有记载我不知道，但我们赵家祖传的医书里可写得明明白白，此物不仅能强筋健骨，还能壮阳补肾。哎，诸位大人，我看你们很多人都面色发虚，脚步轻浮，想来是平日里没少为国操心，亏了身子吧？这小龙虾正好给你们补补。你才需要，你全家都需要。够了，赵毅，你说这大虫可以吃，如何证明？没错，空口无凭，难以服众。若是证明不了，也是欺君罔上，罪加一等。简单，来人，起大锅。哎，陛下，诸位大人，此物经过烹制，
便是人间美味。好香，香什么香？分明是恶臭的很。赵毅，你休想用这妖法蒙骗圣听。香不香，尝一口便知。诸位大人，谁愿意来试试？在场的大臣都是国之柱石，岂可吃此赃物？丞相，小的记得丞相最喜欢吃的是莲藕啊。是又如何？那依丞相之见，莲藕是肮脏之物吗？莲藕洁白如玉，自然不是肮脏之物。哦，那丞相见过莲藕是怎么采摘的吗？这丞相没见过，小子倒是见过。这莲藕长在淤泥之中，莲藕被挖出来的时候满是污泥。那依丞相之见，这莲藕是脏还是不脏？哼，强词夺理。哦，到底是谁在强词夺理？丞相偏爱莲藕，是因为它洁白如玉。但是你又真正的了解过它吗？一个东西的好坏，不是靠表面决定。丞相，你觉得呢？老臣是没你了解，可你了解了还吃它？难道是口味独特，就喜欢吃这肮脏之物吗？在下的确也爱莲，但在下的爱与丞相不同。就像世人爱牡丹，我独爱莲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也。好一个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！诸位大人，这小龙虾和莲藕一样，看似肮脏，实则却是人间美味。诸位大人，谁愿一试？他娘，我来试试。混账东西，可这么硬，怎么吃啊？哎呀，爹，这小龙虾啊，不是这么吃的。这龙虾的肉啊，主要在尾巴上。小子，我再信你一次，真是过瘾啊！他娘的，真好吃啊！演的倒是挺像的。没错，此物剧毒，岂能轻易入口啊？我看这是你们父子俩唱双簧，在这演苦肉计呢。是不是唱双簧？你尝一口就知道了。来，尝尝。站住！你别过来！尝尝！你别过来！尝尝！拿开！快拿开！够了，朕来尝尝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您身为女帝，怎么能吃这种东西？陛下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有损您的威严啊！此物来历不明，贸然食之，恐有不测啊！陛下，若这此物能接我大周百姓饥荒之功，朕尝尝又如何？陛下，你怎么了？不会是中毒了吧？哼，我早就说这东西不能吃。赵毅，你该当何罪？来人，把赵毅给我拿下！这也太好吃了吧！此物鲜美有弹性，比这御膳房的美食还要开胃。怎么样，陛下？在下没有夸大其词吧？陛下，这等污秽之物怎么会？燕儿，你若不信，尝尝便知。这也太美味了吧！朕身为一国之君，从未吃过如此美食。这算什么呀？下次再给你整个13香的。陛下，臣也想尝尝。为灾民使毒。我也来一只，我也来一只，我也尝尝。给我一只，好吃，我也尝尝。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哎呀，真好吃，好吃！你们注意仪态，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啊！丞相，这真的很好吃啊！是啊，这简直是人间美味啊！你也尝一个。真有那么好吃啊？孙大人，太好吃了，要不尝一个？哎，我今天就算饿死，也不吃这东西。哟，嘴上说着不要，身体却很诚实嘛。笑话，这等邪物也想动本尚书的意志。哎呀，
这样的人间美味，却有人尝不了喽，真是可惜啊！我现在就拆穿你的谎言，真香啊！工部侍郎赵毅于国危之际，不仅献上救民神策，还在百忙之中为大周研发出一件神物。叶儿，此物名为水泥，以此铸成，我大周边关城墙将坚若磐石；以此铺路，我大周官道将一片坦途。朕已命赵毅全权负责水泥一事，各部需保障钱财物料的供给。朕要在半年之内看到一条崭新的水泥官道，以及固若金汤的边境城墙。是，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雁门关一战虽胜，却也导致国库空虚见底，再也没钱去大兴土木了呀。是啊，陛下，无论是修路还是筑城，都是吞金巨兽，咱们户部实在是拿不出钱了。既然国库没钱，那就想办法填充国库。诸位爱卿可有良策？陛下，臣以为应当提倡节俭，削减宫中用度。陛下，臣以为可加增农税，以充国库。插出去！陛下，陛下！赵毅，你可有高见？陛下，臣确实有一策，但是不知当不当讲。但说无妨。国库空虚啊，最快的方法就是抄家。抄家？抄谁的家呀？这满朝文武，放眼望去，哪个不是肥得流油啊？啊，这随便一抄，国库不就满了吗？说不定陛下的私库也能填得满满的哦。赵毅，你这个乱臣贼子，竟敢在朝堂之上妖言惑众，蛊惑军心！就是在场的诸位大人，哪个不是忠臣良将？你敢污蔑我等，你该当何罪？这狗东西真是越来越对朕的胃口，朕早就想抄了，就是找不到一个好由头。赵毅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朕的朝堂之上站的都是国之栋梁，岂容你在这儿胡言乱语，肆意攀咬？朕看你是在北境杀红了眼，把脑子都杀坏了。陛下圣明。散场。殿下，大周急报，河南那场虫灾被解决了。解决了？是女帝下了罪己诏，还是开仓放粮，勉强平息了民怨？都不是，是那赵毅他让灾民和满朝文武把那些虫子给吃了。吃了？好一个赵毅，永远不按常理出牌。朝堂上那些老古板就没人反对吗？还有女帝，就任由他胡来。回公主，据说那虫子叫小龙虾，赵毅当场架锅捧炒，实在是太香了。女帝亲自品尝之后百官争抢，连最初反对最凶的孙德柱，最后也说真香。化天灾为盛宴，挽狂澜于极岛，有意思，真是让本宫越来越好奇了。不光是他的脑子，还有他的胆子，到底是什么做的？还有他的舌头，尝起来又是什么味道？下去吧，继续关注这个赵毅。另外，给本宫从河南带些虫子回来，本宫也想尝尝这小龙虾究竟是什么味。是。陛下，说吧，怎么抄？陛下，抄家是门艺术活，必须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用的。直接动手就跟强盗无异，会引起所有人的反抗。
这由头，朕已经给你找来了。高价买路，出售煮熟两种，铸造劣质铜钱。这不是我出的计谋用来对付北狄的吗？这是朕的暗卫从驿道上截获下来的。你猜的没错，他们按捺不住。是谁送的信？孙德柱府上的人。好一个孙德柱！堂堂户部侍书，国家的钱袋子居然吃里扒外。南宫月，属下在。你带领禁军包围孙府，将他全家上上下下全部押入天牢，严加看管。是。慢着！怎么？陛下，您觉得拿下孙德柱一人就能稳定朝局吗？那你觉得朝局不稳的原因在哪？当在丞相，雁门关一事绝不是孙德柱一个人就能成功的。再说，这老东西欺人太甚，他把天灾算在陛下头上，他就已有取死之道。陛下，你应该将他即刻铲除，不然日后寸步难行。丞相王德法是先帝留下的老臣，门生故旧遍布朝野，不好动刀。而且这个人老谋深算，做事滴水不漏，这么些年干的脏事不少。不过他总能把自己摘得很干净，从来不在明面上留下任何把柄。赵毅，你给朕想个狗办法，一个能让他永不能翻身的狗办法。陛下，我给您出的都是上安社稷、下抚万民的千古良策，什么叫狗办法呀？行了，赶紧想，要是能扳倒王德法，你想要什么，朕都答应你。什么都可以吗？你好大的胆！月儿，赵毅，你若是做得到，朕自然什么都答应你。那陛下，你有没有听说过巫蛊之祸？什么意思？只需要陛下扎一个小草人，把陛下的名字写上，再写上生辰8字，然后呢？你站在原地说就可以了。陛下，这事事关重大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真的。月儿，你呀，果然不是个东西。陛下，臣心是黑了点儿，但是我这心里面装的都是您呢。南宫月，属下在。小人儿的事儿就交给你去做了，切记要做得干净，不要留下任何痕迹。属下明白，这就去办。这陛下何故这个时辰啊？是啊，之前从未知道啊。陛下偶感风寒，龙体欠安，今日早朝取消，诸位大人都请回吧。这陛下这怎么会传病啊？不会是那虫子吃的吧？不可能，我昨天足足吃了5斤，这不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哎，臭小子，你知道什么情况吗？不都说了吗？陛下感染了风寒。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感染风寒呢？起风了呗。此事一定要多上些心啊！哎，你们知道吗？丞相府上闹鬼了！真的假的？我听巷口的王瘸子说，半夜里他亲眼看到王县爷家屋顶上冒绿光。何止啊！城东那个张半仙，你们知道吗？昨天就坐在街口唉声叹气，好像说是什么紫微星暗，妖邪气冲，还说什么奸佞在朝，害得龙体不安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陛下，不就是昨天病的吗？什么绿光鬼火，这分明是冲老夫来的！
相爷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谣言传得有鼻子有眼的，再这样下去，怕是要出大事儿啊！备轿，老夫要进宫面见陛下。王爱卿、孙爱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陛下龙体欠安，臣等心急如焚，夜不能寐呀。是啊，陛下，你可千万要保重龙体，这大周不能没有您啊！朕无碍，只是朕病了，这朝野上下就有劳王相。陛下，工部侍郎赵毅求见。宣，哎呦，我的发啊不，王丞相，哎呦，孙尚书你也在呢。哎呀，这陛下刚生病，你们就来了，这份情谊真是感天动地呀！为陛下分忧，乃是臣子本分，不像某些人，只知道逞口舌之力。哎呀，多谢王丞相教导，小子年轻不懂事儿。哎，不过小子纳闷，您老这么忠心，这外面为什么会有些刁民偏偏把陛下生病这事儿跟您联系在一起啊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对，他血口喷人！你别吵了，赵毅，皇相是国之柱石，你要好好听他教导，不得无礼。是陛下，不过臣就是因为听到了王丞相的教导，我才觉得有些事儿必须得告诉您呀。什么事啊？哎呀，整个京城都传遍了，说是王丞相的府里闹鬼火，邪火冲天，这才冲撞陛下，导致陛下一病不起啊！陛下冤枉啊！臣对陛下的忠心日月可见，这绝对是有人栽赃陷害，为证清白，臣请陛下派人搜查臣的府邸。臣请陛下派人搜查臣的府邸。老东西终于上钩了。哎呀，王相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朕自然是信你的啊。此事不要再提了。陛下，此事若不查明，不仅臣的清誉受损，更会动摇人心。臣恳请陛下一定要彻查，给天下人一个交代。既然王相执意如此，那就明日早朝，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再说一遍。到时朕让南宫带人去你府上一趟，也好堵住这悠悠众口，还你一个朗朗清白啊！多谢陛下，多谢陛下。行了，朕也乏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陛下，他们走了。朕演的还可以吧？陛下，您这演技不去唱戏，简直就是梨园行的一大损失。接下来就等明天了。陛下，老臣冤枉啊！老臣对陛下的忠心天地可见，可如今竟有奸人造谣，污蔑老臣冲撞了龙体。老臣为证清白，请禁军入府搜查。搜查丞相府，搜查丞相府，真是我看着王老二哭的是真的吗？这不像装的呀！你赌个屁呀你！此事定有蹊跷，还望陛下明察呀！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丞相王德法乃国之柱石，朕之肱骨。今有流言蜚语，重伤我朝元老，朕心甚痛，特命禁军统领南宫岳
率部前往相府，待朕一关，以证相爷清白，以堵悠悠众口。令礼部尚书刘宏等人可同往前去，亲死。老臣叩谢陛下天恩。王相，请吧。这儿没有，轻点，轻点。看看这边。我说南宫统领，这都快把相爷家给拆了，这什么都没有啊！看来相爷果然是清白的。啊，南宫统领，统领，属下在王相的枕头里找到了这个，这上面居然写着女帝的名字，还有生辰八字。这是巫蛊之术，竟然这么大胆！好你个王德甫，竟敢行巫蛊之术，诅咒天子！来人，即刻索拿，打入天牢！王德法还是不肯招吗？他咬死了是遭人构陷，不肯招供画押，尤其是雁门关之事，更是抵死不忍。他若是不招供，强行定罪，定会惹得朝野非议。陛下，臣有一计。陛下，臣有一计。赵爱卿，朕就知道你有良策，速速说来。不过此计需将孙德柱也抓。那就抓，反正之前的事，朕也抓到他蛇尾，事出有名。不过，抓了这孙德柱又有何用？陛下，不知您可曾听过囚徒困境？那是什么？王德法与孙德柱就是被关押的囚徒，他们是同盟没错，但是他们不是铁板一块。此计的关键就在于隔离与利诱。接着说。首先，将他们两人隔离开来，单独关押，然后分别向他们传递同一个信息：有人招了，还指认对方是主谋。他们若是信了，为保家人，必定争先惩后，攀咬对方。届时，真相大白，水到渠成。好啊，赵爱卿，此计攻心为上，妙。南宫月，臣在。你去审王德法。是。赵毅，那你就去审孙德柱。是。大人，犯人已带到。下去吧。是。哟，孙大人，请坐。赵毅，你又耍什么花样？故人相见，粗茶淡饭，聊表心意。孙大人，别紧张，坐下说话。孙大人，说句心里话，赵猛对你还是有几分同情的。哼，同情。孙大人，我知道你走到今天这一步不容易，我也知道无根无基，从一个县城熬到了户部尚书，这期间艰辛，外人难以想象。我也知道很多事情呢，并非你本意，你只不过是一颗棋子，真正拿大头的、享清福的，是你上面那位王丞相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跟王丞相是清白的，你为什么要抓我？清白？哼！雁门关的军情，您泄露的可真及时啊！你血口喷人，你有什么证据啊？证据？孙大人，我来这不是跟你对质的，而是给判了死罪的你践行的。我来这儿呢，不是跟你对质的，而是给判了死刑的你践行的。没有证据，你凭什么定我的罪？我没有证据。哎，孙大人，你猜一猜啊，
王丞相在隔壁的房间里会说些什么？哦，王大法说了，他说这泄露军情、通敌卖国都是你一个人干的，你是户部主官，这钱粮兵甲调动经你手的文书最多。他说都是你瞒着他干的，合情合理啊。不，这不可能，王丞相，他不会这么说的。孙大人，你醒醒吧，现在是生死关头，不是你们在朝堂上分银子的时候。王家上百口人，他们都想活呀。你呢？你的夫人，你的女儿，哎，真可怜呐。算了，孙大人，咱不说这个，吃饭喝酒，这是你最后一顿好的了。不，他说的不对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孙大人，来不及了，吃完准备上路吧。不，他说的肯定没有我说的多，我知道的比他多。除了雁门关那次，还有你跟楚嫣然的那件事，我全告诉你。只求陛下开恩，让我妻女之命。去。我跟王德法暗地勾结，卖官鬻爵，贪污受贿。雁门关那次也是我们故意泄露的情报，为的就是让边境失守，大周动荡，好让女帝引咎退位。只要她退位，我们就可以迎镇南王上位了。那我醉酒和嫣然发生关系那次，也是你们做的？是，也是镇南王让我们干的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赵家和镇南王毫无恩怨。因为他想当皇帝，而你们赵家和楚家是军方两大支柱，是他眼中的绊脚石。镇南王是想让赵家和楚家结仇，最好让你们两家都跟你死我活，不死不休。这样一来，军方内部大乱，到时候好起兵，不就好打多了吗？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好算计啊！哎，我还有最后一个疑问，你和王德法，一个是丞相，一个是户部尚书，明明已经位极人臣，为什么还要给镇南王当狗呢？因为女帝有错。什么错？她想改革，她想科举，我们这些保守派迟早会被她清算。镇南王不一样，他答应我们，只要他登基，就封王德法为国公，世袭罔替。而我就是下一任丞相。届时，这天下还是我们氏族的天下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是陛下一人的天下，更不是你们这群士族的天下。孙德柱，你也是寒门出身，你也是从最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。你还记得吗？你以前在漏雨的破房子里啃着馍读着圣贤书的时候，心里面想的是什么吗？你不记得，我记得。我看过你早年写的策论，你写过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愿百姓安居，愿四海太平。那时的你尚且还知道为何而读书，为何而做官，但现在呢？啊！你为了一点点的私欲就通敌卖国，让我大周将士白白送死。你读的那些圣贤书就是这么教你为圣明立命的吗？当初若不是有人赏识你，你的策论写得再好，都不会有出头之日。陛下要改革，要开科举，就是为了让你们这些寒门子弟能有出头之日。但你们呢？为了你们手头上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特权，勾结藩王，祸乱朝纲，差点就把大周江山拖入战火之中，累累血债，罄竹难书。你们也配谈天下吗？不，别说了，我不是人，我对不起陛下，对不起百姓。签字。好呀。剩下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，别让他死了。是。
国公爷，以前的事，我错怪了你。国公爷哪里的话？要不是以前小子太过纨绔，又怎么会让他们找到机会？等此事忙完，有空的话来府里看看嫣然。啊，一定，一定。等晚辈忙完手头上的事情，立马去府上拜见。去忙吧。嗯。好一个镇南王，居然把我楚风的孙女当做你争权夺利的棋子。老夫当年镇守南境的时候，你还在怀里吃奶呢。你想当皇帝？哼！只要老夫还活着，也不会让你如愿。好一个镇南王！自安国公退位后，朕便让他镇守南境，朕从未亏待过他，而他居然想谋反！赵毅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陛下，臣觉得镇南王拥兵30万，不可轻动，当务之急还是先稳定朝局。南宫月，臣在。丞相王德法，户部尚书孙德柱，贪赃枉法，通敌卖国，将他们统统打入大牢，听候处斩。其全家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一律流放，其家产尽数抄没，充入国库。是。赵爱卿，真没想到你这个狗办法，竟然让朕兵不血刃的拿下了王德法。哎，都是陛下演的逼真，不然那老东西怎么可能上钩啊？哎，不必过谦。若不是你的奇谋，朕还不知道要被他掣肘多久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陛下，您之前可是答应了，我想要什么都可以。哼。朕金口玉言。说吧，此刻你最想要什么？臣最想要的是陛下让我去抄家。哼。那抄家这事儿就交给你去办了。是。父王，您紧急召见儿臣，可是京城那边有变。岂止是变，你自己看。什么？王德法和孙德柱居然都被女帝拿下了？不错，武明空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丫头，她竟敢如此明目张胆把本王的左膀右臂说斩就斩了。父王，如今女帝无人制衡，朝堂铁板一块，这位子只怕越坐越稳了。等她位置稳了，就要拿我们开刀了。我们手握重兵，不如……哎，罢了，时机未到，朝廷根基尚在，赵家和楚家那2根柱子还没倒，贸然动手只会成为众矢之的。难道我们就这么忍了，看着他们剪除我们的羽翼？当然不，明着动刀兵不行，那就给他们一点教训。父王的意思是？父王是想利用南越？赵二，你立刻出发，亲自赶往南越王庭，告诉南越王，就说本王有意促进2国友谊，我要举办盛大的文化交流，让南越的才子大儒
组团进京。文化交流，这如何能教训那女帝？南越虽然地势偏僻，但是在吟诗作对这一块却很有一套。让他们拿出压箱底的绝活，出最刁钻的对子，写最晦涩的诗词，打烂大周文坛的脸。王德法那老东西，既是大周丞相，更是学富五车的当世大儒。除了他，谁能应对南越使团？到时候那女帝只有2条路可走：要么迫于压力把王德法放出来主持大局，要么他硬撑着不放人，眼睁睁的看着大周文斗输得一败涂地，丢尽朝廷脸面。儿臣明白了，父王此计甚妙，表面上风花雪月，实则暗藏刀锋。不错，此行目的就是施压，要让那小丫头焦头烂额，寝食难安，让她知道我大周的江山不是一个小丫头片子就能坐稳的。公主，这南王武德的密信。哼，文斗以诗会友，这南王想出的借口还挺斯文。正好，本宫也厌倦了躲在幕后了。要见那位女帝，穿什么好呢？要够威严，够气场，才能压得住她。哼，更重要的是，要见我心心念念的赵侍郎。小婉，给本少爷捏捏脸蛋，提提神。这大小怎么不一样啊？我勒个去，嫣然！赵一，你是不是每天早上都这样？我没有，我是以为是枕头。我打死你这个东兔子！你干什么？打死你！你干什么？别打了！这是啊，对。你讲不讲道理啊，姑奶奶？谁知道一大早进来的是你啊？你还说呢！我好心好意一大早过来看你，你却睡得像头猪一样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怕你着凉，好心给你盖被子，可你居然……哎呀，打死你！别打了！赵一，你别吓我！赵一，你醒醒！赵一，你快醒醒啊！来人啊！快来人！有没有人啊？放开我！你这个混蛋，放开我！再动，我就亲你了。你怎么这么早就来找我了？想我了？谁想你了？你上次的故事还没讲完呢。想听故事？叫声哥哥来听听。你不叫，那就烂在肚子里呗。你无赖，哥哥。这才乖嘛。你别想太多，我只是想听故事。上次讲到哪里了？讲到
马文才强娶祝英台。梁山伯最终一病不起，吐血身亡。祝英台在出嫁那天，花轿路过梁山伯的坟前，突然狂风大作，坟墓裂开，祝英台一下子就跳了进去。后来出了一对非常漂亮的小蝴蝶。你别哭啊，我这故事还没讲完呢。我这故事呀，结局不是这样的。那对小蝴蝶飞呀飞，飞到了一个神仙的山头上。神仙看他们爱的实在是太辛苦，就大发慈悲，手一挥，让他们重新变成了人。后来他们就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了一起。真在一起了？我的故事里面，有情人就应该终成眷属。少爷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少爷，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？你来的正是时候。先把我放下来。什么事啊？少爷，南岳使节来犯，老爷让您尽快进宫。南岳使团到。南岳公主柳如烟拜见大周女帝陛下。平身。柳公主此次来我大周，有何贵干呢？我等久慕大周上国风采，偶得一上联，百思不得其解，想请诸位解惑。说来听听。望江楼，望江流，望江楼上望江流，江楼千古，江流千古。陛下，臣斗胆一试。准了。听雨轩，听雨声，听雨轩中听雨声，雨轩一时，雨声一时。格式倒是对上了，只是这意境还是差远了。都说大周乃天朝上国，可这对联却透露出一股小家子气。大周文人的水平不会只有这点。还有人在对吗？陛下，臣斗胆进言，此联气象宏大，对仗精巧，非大儒不能解。如今恐怕唯有将王丞相从天牢请出，方能应对啊。是啊，王相乃文坛泰斗，解此绝对非他莫属。请丞相，除了一个王德法，难道我大周满朝文武，当真就没人能对得出这副对联了吗？看来贵国文坛还真是青黄不接呀。要不，陛下还是屈尊，把丞相请出来如何？一个破对子而已，何须王德法那个老畜生？赵毅，你想干什么？没有丞相大人，我等如何抗衡南岳使团？对对子，我来对便是了。你是何人？赵毅。你就是雁门关大败北狄的赵毅？正是在下。赵公子还是适合去泼荆枝，这舞文弄墨不太适合你。你们出的这些对子啊，在我眼里比泼荆枝还简单。尔等竖起耳朵给我听好了，
我对映月景、映月影、映月景中映月影，月景万年，月影万年。好，对得好，妙啊！映月对望江，万年对千古，意境浑然天成，更胜一筹。神来之笔，神来之笔呀！赵公子真乃神人也呀！就这点水平，还敢来叫嚣？赵公子深藏不露，倒是让本公主看走眼了。礼尚往来，我也给你们出个对子。别说我欺负你们，我就给你们出3题，但凡你们能答对1题，就算你们赢。哼，好大的口气，尽管放马过来。第1题，烟锁池塘柳。我还以为你能出什么惊世绝对呢，这听起来也不过如此嘛。公主，此队绝非等闲，这是一个五行队呀。五行队？什么五行队？公主，你看，烟的偏旁是火，锁是金，池是水，塘是土，柳是木，这几个字正好占了金木水火土五行。要想对得上，每个字的偏旁都得对应五行，意境也得贴合。这怎么对？这怎么对？这么猜？这样，我出题简单的，听好了：寂寞寒窗空守寡。哈哈，这7个字全是宝盖头，好妙啊！哈哈哈哈，不仅全是宝盖头，还得有孤独的意境。这题出的屌啊！还不行？那今天小爷放你们一马，出个3岁小孩都能答得上来的题啊！画上荷花荷上画。哎，这个对子有什么说法吗？爹，你把它反过来念一遍。画上荷花荷上画，画上荷花荷上画。哎，正过来反过来都一样啊！哎，这居然是回文联，哈哈哈！你太牛逼了！你们不是号称对穿肠吗？怎么一个都对不上来？这的反着都一样的句子，这真的是属下对不上来呀！这公主这些对子实在是太刁钻了。3道题1道都答不出来，你们这些南越文人就这点能耐啊？对对子不过是文字游戏，算什么真才实学？诗词歌赋才是真本事。你敢比吗？有何不敢？陈老，这是南境失窃陈恩，说陈医生做事上千手，尤其擅长边塞诗，他的诗就连3岁小孩都能娴熟背诵。这下完了，恐怕即便是挺出丞相，也非他的对手了。既然大周与我南越边境接壤，那就以边关为题吧。你敢接吗？每人出题，岂敢不接？倘若在下要是赢了，不知道公主殿下可否赏脸？喝杯茶？等你赢了再说大话。这边塞诗最考验功底与气魄，要是做不好，就是无病呻吟呐。是啊，这边关诗是考验阅历啊。这赵公子虽然聪慧，但毕竟年轻啊，还是换个题目吧。呀，边塞诗是陈堪家本领，纵使你才华横溢，也不是其对手啊。要不你先暂避锋芒，换个题目啊？稳扎稳打才是上策呀。让我避其锋芒，他不就是靠几首酸诗在穷乡僻壤混了点虚名的井底之蛙吗？他也配让我避其锋芒？听说你最擅长是边塞诗，哎，巧了，小爷也擅长边塞诗，今天打的就是你的专长。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
什么才叫金戈铁马？什么叫做气吞山河？什么叫做边塞绝唱？什么叫做边塞绝唱？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徒！老夫今日倒要看看你有何本事，口出狂言！哼，陈师仙，让他们见识见识，什么叫文人风骨。哼！荒沙万里皆云天，孤城一道锁狼烟。戍卒归心悬明月，长缨在手为坤前。此诗有风骨，有气魄，确实是上乘之作，不好对呀。这个狗东西玩对子是个好手，作诗他行吗？赵公子，到你了。若是做不出，趁早认输啊。公主殿下，你这么想让我输，难道是怕我赢了，不知道该怎么跟我单独相处？你胡说什么？速速作诗！就这，酸府文人闭门造车，也配叫边塞诗？你若是觉得不行，你自己倒是来一首啊！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。沙场秋点兵，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。千古绝唱，此乃千古绝唱啊！此诗足以流传万世，赵公子真乃天纵奇才。这他妈才是我赵家的种啊！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如此千古绝句，你怎么可能临场相出？不信，肯定早就备好了稿子。这题目是你临时出的，要是提前准备稿子，也是你们提前准备吧？难道说是公主殿下早就暗中相助？哎呀，这份情谊，赵某受宠若惊啊！你休得污蔑本公主！怎么，你输不起呀？我不服，有本事再做一首。如果水准与刚才一样，老夫便认输。好，今天就让你们这些井底之蛙好好开开眼，让你们死得明明白白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我丢，这还是我儿子吗？好一个醉卧沙场君莫笑，悲壮豪迈，道尽了将士们的心声。你这是抄的，这是老夫早年写的一首诗，是藏在箱底不外传的稿子。你今日竟敢在金銮殿上冒充是你自己的作品？对，陈老乃南境诗仙，一生诗作等身，有几首压箱底的诗作未曾传出，有何稀奇？倒是赵公子年纪轻轻，哪来的阅历写出这般苍凉豪迈的诗句？肯定是抄了陈老的诗作。抄？我要抄你们这些南越穷乡僻壤的诗，你们也配？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羌笛何须怨杨柳，春风不度玉门关。这是抄的你的吗？你青海长云暗雪山，孤城遥望玉门关。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这也是抄你的吗？半卷红旗临易水，霜重鼓寒声不起。报君黄金台上密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这他妈的也是抄的你的吗？你强词夺理，任你如何狡辩，只要是边塞诗，就脱不了抄袭的嫌疑。没错，不做边塞诗，其他的你行吗？我不像好手穷经，却只写得一种腔调。这世间万物在我眼里皆可入诗。
老匹夫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写山，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；我写水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无复回。我写月，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我写雪，不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你说这些边塞诗是我抄的你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刚刚说的那些诗是抄的谁？回答我！回答我！回答我！哇！什么？神仙死啦！好啊，好啊，你们真是妙啊！陛下，南越的才子应该是认输了。柳公主，你南越使团还有何话可说呀？今日是我南越技不如人，然而诗词之道终是小道，战场之上方见真章。陛下，告辞。好一个战场上见真章，怕就怕贵国将士在战场上抛头颅、洒热血，只是在为他人做嫁衣啊。况且公主这般美人香消玉损在战场上，岂不可惜？你什么意思？柳公主，大周皇帝陛下仁德，愿与邻为善，但今日我关南越咄咄逼人，不惜请出诗仙，也要挫我大周颜面。柳公主，你们此举究竟是为了南国国本，还是为了给某些人铺路？哼，赵公子说笑了。我南越行事，自然是为了国家利益。国家利益？哼！敢问柳公主，若今日我大周与南越因今日之事兵戎相见，打得两败俱伤时，谁会坐收渔翁之利？是北方的狄戎，还是西方的羌胡，又或是镇守我国南境的镇南王？如果只是我南越和大周打，那自然会两败俱伤。可若是我与镇南王联手，那时你大周又如何抵抗？联手出兵，听起来真是天大的好事。但是我问你，南境是镇南王的老巢，是他的发家根基。即便他坐上了这龙椅，他会把自己的龙兴之地拱手让人吗？他们是在把你当枪使。你想象一下，如果他北上成功，坐稳江山，第一个收拾的就是你们。到时候他大军南下，打着收复失地的旗号，名正言顺，还能顺便收拢一波民心。而你们南越只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就是个小丑。赵毅，你休要危言耸听。为何就不能是我南越当渔翁？不能是我等你们和镇南王打得两败俱伤之时，再一举挥兵北上吗？当渔翁？想必柳公主在踏入京城的第一刻起，就已经发现了我们这座城池的不一样了。有何不同？公主，他们地上铺的路，较之以前的确不同啊。是啊，那路很硬，还很平。这个叫水泥路。我诚挚地邀请柳公主，在会谈结束后，亲自去那条路上去体验一下它的硬度。再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所有的边境都是用水泥修建的，如果我们的边防都变得如此稳固，到时候你们还攻得进来吗？你们还能做那个简陋的渔翁吗？敢问柳公主，这2年来我们两国摩擦不断是因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那几百里贫瘠的山地，还是有几处争议的盐井？因为这些蝇头小利，我们两国年年陈兵边境，耗费钱粮无数，让将士埋苦他乡，百姓流离失所吗？为什么我们不能合作共赢呢？怎么合作共赢？放下干戈，开放边境，互通商事。我们可以把最好的丝绸、最香的茶叶
最精美的瓷器，甚至是把我刚刚说的水泥通通卖给你们。水泥卖给我们？柳公主，你想象一下，如果贵国拥有了水泥，就可以用水泥修筑边关防线，这样你们的防线就可以固若金汤，不必再害怕外敌侵扰。又或是拿水泥修建官道，调兵遣将，朝发夕至，你们还可以兴建宏大坚固的水利工程，这才是国家的真正利益，这才是南越长治久安、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。这才是南越长治久安、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。儿子说得好，好。好一个赵毅，用一个水泥把两国利益彻底绑在一起，甚至还能借此赚南越的银子，真是一举两得。柳公主，你们与我大周为敌，只能成为野心家的棋子，最终国破家亡；与我大周为友，你们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真正的安全保障。这孰优孰劣，你难道还看不明白吗？说的天花乱坠，本宫也没亲眼见过，不如赵公子陪本宫走一趟，亲自去那水泥道上验证一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赵毅，臣在。朕就命你带着柳公主好好逛逛，好好看看我这大周新铺的水泥大道。遵旨。公主殿下可以随意走动，体验一番。这平整倒是平整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承受得住重力啊。用力砸！哎，你不会想让我砸坏了，好讹我？你随便砸，但凡你砸坏了，本公子反赔你1000两。此话当真？我砸了啊！我真砸了啊！哎呦我天！哎呀，这比花岗岩还要坚固100倍啊！神物，当真是神物，若以此铸成，必然固若金汤。这比花岗岩还要坚固100倍啊！哎呀，真是厉害啊！神物，当真是神物，若以此铸成，必然固若金汤。公主殿下，不如趁此机会上马车体验一番如履平地的感觉，如何啊？这水泥路竟真如此平稳。公主殿下，在下何曾夸大其词？这水泥确实神奇，我南越若想采购，作价多少？公主殿下，你可真是问到臣的痛处。你可知研制此物，我大周耗费了多少顶尖大将的心血才做出来的吗？这每一步都是真金白银堆出来的。行了，你就说吧，多少钱？1斤100两。你这是抢钱！嘿嘿，1分钱1分货嘛。我可是看在我们两国即将化干戈为玉帛，给贵国的友情价。我要是卖给北狄西羌，至少还得翻上一番。赵大人，这价格绝无可能，至少得价5成。这个水泥的价值，你刚刚也看到了。这样吧，我帮你跟女帝说说。真的？至于价格能降多少，那就要看公主殿下您的表现喽。赵爱卿，
你真是生了个好儿子，此物于国于民皆是裨益。陛下谬赞了。若非陛下圣明给予犬子施展的机会，他哪能有今天？前方那马车是赵毅与柳公主所在的吧？啊，正是。这车厢怎么在抖动？难道是那南越的妖女在里面行刺赵毅？我以为水泥已经够硬了，没想到……没办法，爹妈给的。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不是南越公主，这样咱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那你回去跟你父王说一下，让他派你来和亲，不就行了？水泥的事，放心，我帮你谈到30两1斤，如何？赵毅，爱死你了！真是好奇，要是柳如烟知道这水泥成本几乎为0时，心中会是如何感想？爷，进来救你了！爹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看来这来的不是时候啊，耽误了柳公主与赵爱卿的美事。陛下，臣并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臣刚才是在和柳公主商讨水泥之事，我是在为大周谋福利啊。商议到整个车厢都抖起来了。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商议到床上去？臭小子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无礼，还不快跪下来和陛下请罪！陛下，臣真的是在为陛下做事，为大周谋福利啊！陛下，南疆800里下级军情。啊！方才人多眼杂，现在讲吧。镇南王正在集结兵马，意图不明。我的这个老东西，果然是按捺不住。镇南王反心已露，赵爱卿，你可有良策？陛下，臣记得按祖制，下月初3便是祭祖大典，到时候陛下需要前往京郊祖地祭祀先祖，镇南王也会去，对吧？那是自然，国之大事，他必须到场。这便是天赐良机，只要镇南王有异心，那祭祖大典便是最好的动手时机。你想在祭祖大典中将其拿下？没错，陛下以身为饵，引蛇出洞，我暗中布控全局，只等他图穷匕现，人赃并获，一举拿下。此计虽妙，但却有一处隐患。爹，你说。镇南王盘踞南境数十载，根基深厚，其麾下玄甲军更是百战精锐。祭祖大典在京郊，若是镇南王这老匹夫狗急跳墙，已命令调动玄甲军强行挥军北上，割据作乱，那么纵使你能擒杀镇南王，那国家也会内乱分裂，生灵涂炭。玄甲军，哼，交给老夫便是。国公爷，您来了。老臣楚风参见陛下。国公免礼。刚才国公所言是？陛下，老臣当年在南境统兵御敌之时，那武德还是个黄口小孩，他麾下那支玄甲军，不少老兵都是臣的旧部。老臣这把老骨头上阵杀敌或许不行，但还有些薄面，用来稳住军队足矣。陛下，大典之日，老臣愿亲赴南境，绝不让玄甲军的一兵一卒成为祸乱我大周江山的帮凶。爷爷，这事要是由你出马，肯定能成功。爷爷，哼，你跟嫣然的事儿，我还没同意呢。国公，朕代表大周的列祖列宗，
谢过你了。爹，你去找最好的能工巧匠，按照这张图纸把它制作出来。这是什么？跟鬼画符似的。这可是一个大杀器，名叫人间真理。只要把它做出来，我保证镇南王有来无回。你不仅会作诗，还懂兵器，略懂皮毛。为了对付镇南王，总得做些准备吧？啊，爹这就去找人把它做出来。万事俱备，只等镇南王入局。赵毅，此次诗会不仅赢了文斗，保住我大周颜面，还与南越联盟，让我大周再无边境之忧。说吧，想要什么奖赏？臣斗胆，求陛下赐一纸婚书。臣想娶国公府楚嫣然小姐为妻，求陛下成全。好，朕准了。不过赵爱卿，你确定只娶楚嫣然一人吗？陛下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朕这儿有遗物，你看完便知。月儿，是。善牌？难道女帝是要让我晚上侍寝？不知女帝陛下深夜召见，所为何事？赵爱卿，白日里你不是只向朕求娶嫣然一人吗？那现在，你的愿望仅止于此吗？我的发！